话说最近啊，工作室的小伙伴提了一台车，那是巴不得直接住在车上了，天天找个理由就往外跑，也不知道去干啥。正好啊，新能源我已经研究了好一段时间了，咱们也看了一段时间，做了一段时间，我从未见过如此纠结的车。我也来喽，重启一波特技。倒是有一点没啥争议啊，它够特别。这台001呢，是一台几乎顶配的版本。第一次见到真车的想法，我就是一个字：好肥。总觉得就像是个巨型的乐高。据说啊，买这车就2个理由：这大溜背和这个吹上天的底盘。其实本来我还有点担心，001这车已经发布了好一段时间了，现在再去看这台车，岂不是很无聊？多谢极客的车机团队啊，把这台车搞成了这么有趣的一台车。虽然这个有趣好像建立在车主的痛苦上。前段时间正好新的系统也更新了，有一说一啊，每一次极客的更新还是很多功能变化的。比如说这次整个界面直接从这种换成了这种，流畅度变化非常大，像是电动版逻辑什么的也都在继续优化。这么极限就是有点吓人。其实它的车机本身并没有传闻中那么差，尤其是升级了4.0之后，流畅度和界面都算是不错的水平。真正拖后腿的是功能缺失。你看桌面老大一个车模型了，开起来之后，这个模型真的就只是一个模型，没有任何的功能。行，可以克服。我开这种大车的时候，对大小是很没有概念的，所以会很在意全息影像这种东西。它的又卡又慢，我人都走过去了，还搁这滴滴滴滴呢。画面也充斥着噪点和延迟，这勉强克服。NZP 的功能完全没上线，全是敬请期待。倒车辅助里面，好家伙，就一雷达音量调节。后座永远有3个幽灵刺客。全友还喜提核动力版极客飞船，续航里程4000公里，区间平均时速1200，这个可能得测速仪克服一下了。故障灯时不时出来凑个热闹，后视镜的小黄灯却从来没有亮起过。桌面小组件还有个敬请期待，怪不得车主的收藏第一个就是车机重启操作，长按旋钮10秒钟。得继续克服。算了，车就是拿来开拿来做的，车机就当白送。众所周知啊，本切的驾驶水平并不是特别高超，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倒是一个个的都抢着开，室内模拟器、室外卡丁车，驾驶的部分都交给他们了就。我坐的舒服才是最爽的。白天的时候，它的内饰毫不浮夸，简约但不简陋，纳帕真皮座椅、超纤绒顶棚、翻毛皮装饰搭配的相当合理。坐的姿势是像这种躺着的感觉，甚至我觉得前排并不比理想差，后排也不含糊，前排调到半躺，后排简直巨大，也合理。它比中大型 SUV 还要再大一圈，这就是大蛤蟆的优势吧。中央扶手一拉，还有一个弹出式的杯架，一个放手机的位置，还有一个小盒子。不过这个空间都不知道是拿来放什么的，甚至你还有一个老板键挤压前排的生存空间。然而我觉得白天看001也就中规中矩，真正的精髓还得在晚上。在白天根本就看不出来它藏了这么多的细节。拿着钥匙走过的路上，尾灯亮起，极客的 logo 旋转出来，打开车门，这氛围灯是真的有氛围啊！同样不浮夸的设计，几个灯带勾出来一丝线条，一脚刹车，电动门自动关上，脚底点亮一点点余光。甚至如果把手机放到充电座上，还能看到充电板上面有一个小小的 logo。头顶的阅读灯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，甚至有点无主灯凭空亮起来的感觉。
后排的小屏幕下面藏着2个带描边的充电接口。自从坐了这台车之后，我的想法只有一个：之后我买的车也一定得有氛围灯。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化妆镜。都40万的车了，咱能换一个好点的不？不过上面这些要硬说都不算关键。发布的这1年里面，很多小伙伴应该都听闻过这个底盘有多牛多牛，轮胎墙上面扒一个轮胎下来都能秒天秒地。40万里面啊，20万都在买底盘。哦，原来你是赛道级列装车，并不是。这台车的感觉绝对不是那种操控精巧、开起来很有激情的小跑车，这可是个比中大型 SUV 还要大，过收费站会直接告诉你2.5吨重的小可爱啊！不过声明一下，以下体验都仅限于空悬版本哈。形容一下它的整体感受，就是很稳，是那种能让人忽略速度的稳。这种感觉绝对不是什么专业车评人才能感受到的细微差距啊！如果是开过或者是试过的朋友，一定会和我一样有同样的感觉。周围的景色快速后退，但是车里面的感觉就像是在一块磁铁上，毫无波澜，甚至噪音都不怎么增加。不看速度表根本就意识不到有多快，有点像是坐高铁。我分析了一下这种感觉啊，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概括一下：滤震还有声音。没错，底盘的声音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。最基本的滤震很不错，细碎的震动过滤非常好，所有的路感仅仅止于脚尖和屁股。说夸张点，就是即刻在帮你铺路。在低速的时候过减速带不会有尖锐的感觉，没有太多的余震。在烂路上悬挂软软弹弹的，真的会有一种悬浮的感觉，但是又不会很晃悠。正好我这边有这么几条特别离谱的路，给大家拍一段它的状态。是不是挺稳的哦？就是这轮咋像卷了一个塑料袋？除了滤震够好，整个底盘的声音非常厚实，就是那种轻微的闷响，和底盘那种厚重的感觉搭配使用非常和谐。一般来说，按限速走，它的表现真的很难调出毛病。不过它也不完美，每次开的时候呢，都需要时刻注意一下有没有坑洞，因为就连平时习以为常的声井盖都会发出这种。哇！经过这段时间体验，我终于能理解为什么说它还不够完美，但是又讨厌不起来。几乎每个哇塞的地方就伴随着一点点妥协。历经1年半，它依然离成熟有很大一段的距离。如果可以，谁又愿意忍受羸弱的车技和漫天的 bug？ 然后回头看看安安静静的大蛤蟆，回想在路上开起来的质感，行吧，再克服一下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切蒂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